Hello，大家好，我是猫哥。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今年年头的时候，就是大幅的，整理了一次我的包柜。我本来的包柜里面呢，大概有40来只包包吧，然后我今年呢就清掉了23只包包。我想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我这次清掉了哪些包包。那其中呢，这23只包包里面，其实有 Hermes 跟 Chanel 他们的经典款。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为什么最后。有这4款经典款呢，也是在我这一次的就是断舍离的名单里面。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清掉了哪些包包。大家可以看到照片里面的第一张，这里面有3个 Hermes 的包包，其中右下角的这个蓝色的包包呢是 Kelly Cut， 就是他们也是一个 Kelly 家族的包包，那这是一个蓝色的 Epson 的包包。这个包包其实我本人觉得它非常的貌美，而且它其实很难拿。但我最后决定清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跟我的使用习惯不太合。它是一个手拿包，那长度有30公分。我自己不大使用手拿包，而且就是30公分对我的身材来说，其实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点。那给大家做个 reference， 我的身高是153公分，这个包包对我来说的确就是有点大。那第二个就是我清掉的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Mini Evelyn 系列的一个白色的包款。我本人觉得 Mini Evelyn 是一个非常好的入门款，那我也为 Mini Evelyn 做了一个小小的视频，我把链接放在上面。那会清掉这个包的原因呢，纯粹就是因为我本人不是一个白色包包使用者，所以我买了这个包之后，我只背了一次，后来它就被我供在柜子里面了。那第3个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 Her Bag， 这个包等一下会特别的介绍。那除了这3个 Hermes 的包包里面呢，这里面还有就是大家还蛮喜欢的勾雅的购物袋。如果有小伙伴想要买这只包的话，我强烈的建议大家，就是这只包其实用久了会稍微会褪色，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要小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LV 的一个圣诞纪念款，是小花去威尼斯游港都拉的一个小包。那这个包基本上是比较小一点的包包，比较适合拿来就是装一些随身的小物。但我自己就是觉得它太小了啦，所以我就觉得不是这么的好用。那第2张照片呢，其实根本就是一个Chanel大集合，包含了这几年的一些爆款，像是流浪包，还有就是后背包，以及就是CF25。那里面还有几只是Chanel 他们 Vintage 家也蛮流行的，就是相机包。这个大概就是我清掉的 Chanel 的包的系列。那除了 Hermes Chanel 之外呢，第3张照片大家可以看到，是我同时也就是把机车包的CT 啦、Tang 啊，还有一个狗狗猫猫的小包，也是在我这次的断舍离名单里面。如果小伙伴想要买机车包的话呢，我会建议大家不要买我照片上面的这种蓝色，因为这种蓝色它是有一种雾蓝、灰蓝的，刚买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可是他们家的包包因为都是水染的，所以它用久其实颜色会退掉。那后来我这个包变成就是一个有一点灰灰的颜色，我觉得不是这么好看。那除了 Balenciaga 之外呢，我早期也还蛮喜欢 Chloe 的包包。我觉得相对于女生，如果你是年轻10几、20几岁，我觉得 Chloe 的包包其实还蛮不错的。不过它的缺点就是他们的包包的金属啊都比较大，所以它会比较重一些。那它也是在我这次断舍离的名单。第4张呢，比较红的包包大概就是 PS1 的这只包，然后还有就是Coach 的小包，以及 BV 的 Tote 包。那上面这就是我这次清掉的23个包包。那接下来我就要跟大家介绍呢，其实这23个里面有几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包款，甚至是很多小伙伴的 wish list。那我要特别跟大家讲，为什么我最后会割舍了这4个包包。首先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款，就是在我的断舍离的包包里面的那个名单，就是Hermes 大名鼎鼎的 Her Bag。其实它是一支我觉得还蛮多女生会第一次入手 Hermes 想要入手的包款。那这个呢，的确就是我的第1只包，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里面的。我的这只包是31公分黑色的，这是 Her Bag 的背面，其实看起来相当的新嘛。原因是因为我买了8、9年，但是实际上我大概背不到8、9次，就是1年背不到1次，所以整体的状况看起来就相当的新。
那为什么我其实这么少背这个包包呢？最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大家可以看照片，Herbag 它最有名的就是它长得其实有点像 Kelly 啦，就是它前面一样是有2个袋子，然后中间有个金属的扣环。这个设计是它最有名的一个设计，可是我觉得也是一个最 bug 的设计。原因是因为大家如果看照片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2只袋子必须要穿过中间的这个扣环才能够锁住。这个设计非常非常的难开关，它是一个没有办法用单手开关的包包，所以我每次都要用双手才有办法把它合回照片里面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后来呢，我使用这个包包就会是一个不扣包包的状况。大家可以看照片里面的背起来的样子，这个就是我平常背的时候，我是没有开关这个包包的。但这就来了，当你的包包放比较重物的时候，其实这个包包就会呈现一个前倾，然后它就会是一个半敞开的状况。我个人觉得这样使用包包其实是有一点风险，因为东西有可能会掉出来，或者是有可能被扒之类的。我没有那么喜欢这样使用包包，所以我就比较少用这个包包。那第二个就是大家可以回过去看刚刚我给大家看的那张照片，就是你如果放大就是照片上的一个上盖的部分就会发现它有非常多的划痕。前面我有讲嘛，其实我这个包包使用频率非常的低，但是它每次只要使用，它一定会有划痕。它上面的这块牛皮非常非常的容易刮伤，我觉得它容易受伤的程度远超过 Box 跟 Swift P， 所以我自己觉得它不是太好保养。而且第3个缺点呢是，大家可以看我背起来的样子，我的身高是153公分 ，Herbag 本身的肩带是不能够调整的，所以我背起来其实肩带是太长，它会背在我的一个臀部的一个位置。再加上 Herbag 本身比较大，它有31公分嘛，所以我整个背起来不知道怎么说，你们看照片都知道，就是会觉得身形整个很显矮。所以呢，也就是因为这3个原因啦，我今年年头时候决定把这个包包就是割爱了。那当然还有个原因就是，在割爱 Herbag 之前我去日本了一趟，那我在 Vintage 店里面找到了这个老的，就是 Kelly 28，我本人很喜欢这个包，然后我也为它录了一支视频，我一样把链接放在上面。大家都知道，就是 Herbag 的原型其实就 Kelly。那我既然已经有了一只 Kelly， 其实我就不需要留着 Herbag 了嘛。那我其实会建议各位小伙伴，如果你有计划要拿一只 Kelly， 或不管是新的或者是二手的都好，如果你有这个计划，你真的就不用买 Herbag， 因为其实 Herbag 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好用。那第2支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 Chanel 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款式，叫 Classic Flap 25。这个应该是蛮多小伙伴，就是也是在大家的 wish list 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照片上的2张图。这2张图就是我现在目前包柜有的2个 CF 25。那下面呢，就是非常经典的黑色小羊皮。通常女生入手的第一个不是黑色小羊皮，就是荔枝皮。那上面呢，则是一个季节款，是一个牛仔拼接包。其实我在选要割爱哪一个包的时候，我真的超犹豫的，因为这个包款我个人觉得是相当经典、相当好用，但是就是因为它太经典、太好用了，所以其实它真的很容易撞包位。我去年参加了一个婚礼，在婚礼上呢，大概我看到6个女生跟我背一模一样的一只包，我当下就有一种我的天哪，这也太像制服包了吧的那种感觉。所以这次呢，我在清我的包包的时候，我就决定呢，就是清掉，就是应该说我就割爱掉了下面这个黑色小羊皮，留下季节款。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嘛，因为一般人都会留下最好搭的包包。那其实除了它很容易撞包之外呢，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当你要转卖的时候经典包的转卖价钱是比较好的，季节款是比较差的。那刚好因为我包柜里面也有好几个黑色的包包，我也是真的不太需要这么多黑色的包包，所以我就卖掉了下面的这只包。不过其实我必须要说 Hermes 跟 Chanel 在二手市场呢价钱还是比较好一些的，所以我下面那只黑色包包卖掉的时候大概还有就是原本购入价的大概50%到60%的价钱，其实还算是可以。那因为牛仔包它是季节款嘛，那其实我觉得季节款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如果你要卖掉，你真的要想清楚，因为它如果卖掉其实是不容易买回来的，所以最后呢我就留下了季节款，然后就是把黑色的那只经典款给卖掉了。那第3只呢要跟大家讲的就是我割爱的包呢，其实
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就是照片里面的这只包，就是 Chanel 这几年非常火爆的，就是流浪包。我买的这一只啊，它是小号的，然后它是2018年秋冬的一个刺绣款。这个款还蛮特别，是它中间其实是一个羊毛的设计，然后是有一个 Chanel 的红色的抄写。我个人觉得这只包在冬天搭配衣服搭起来真的挺好看的，给大家看几个穿搭。这个穿搭是我穿就是橘色的卫衣的部分，然后也还有黑色的卫衣。这只包啊，它真的可以做不少的变化，包含就是你可以肩背，然后双肩背、单链背、当后背包也可以，然后你要当腰包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变化相当的多。我本人算是非常喜欢这只包，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嘛，这么喜欢干嘛把它卖掉？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材质，这个包的材质啊是羊毛，羊毛就是这样子，冬天背你会觉得非常的好看，而且它又比较轻嘛。可是来了，冬天很短，一到了春天跟夏天，这只包呢其实很容易就被冰起来，原因是因为羊毛这个包款啊，夏天背真的还蛮热的，而且它搭配夏天的短袖衣服呢，就是怎么背怎么奇怪。所以呢，我个人觉得羊毛就是一个只适合冬天的包，而且当你开始频繁的使用之后呢，羊毛是非常容易有所谓的毛球的。所以我本人真的无法忍受毛球，所以我最后就割爱了这只包。不过就还好是说，因为流浪包还是相当火爆嘛，所以我割爱的价钱呢，大概就是我购入的7折，价钱还算 OK 啦。但因为我本人真的太爱流浪包，所以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卖掉那只包之后呢，又跑去买了一只包。这就是他们2020年的款式。那我这次学乖了，我买的是一个小牛皮的部分。这个牛皮相对于羊毛来说，其实我觉得比较好维持，因为它还算耐刮，然后也不会起什么奇怪的毛球。然后重点是今年的新款多了一个这个肩带，我个人觉得非常的可爱，它就是有一种仿旧的设计。那也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新款包背起来的样子，就照片里面的样子，也算是蛮好看的。小伙伴们如果想要购入流浪包我会比较建议大家从牛皮的款式购入，因为其他的材质真的不是太好的照顾。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买的是白色，可能要思考一下，因为白色是这样子，刚开始背很漂亮，可是它并不容易保持它的状态。那如果你想要把它卖掉呢，白色的二手价基本上是还蛮差的。那最后一个我想要特别介绍的，其实是一个 Chanel 的 Vintage 包款，给大家看一下，就是Chanel 他们家的一个相机包，我自己本人收了2只，就是照片的这2只包。这2只Chanel 的老包呢，其实都是在1989到1991的年代的2只老包。我自己非常喜欢 Vintage 包款，原因有几个原因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只包。他们最大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它会有一个金灿灿的流苏。那这个小金球就是今年流行回来的那个复古款的那个小金球。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照片里面那个蓝色包包，基本上啊，它就是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18K 金的金链。这2只包我本人都非常的喜欢，然后但是我在整理包柜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2只都要留下来嘛，因为其实有点像嘛。最后我就割爱了蓝色这只包款，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的肩带。古时候的包啊，做工其实我觉得比现在的更好，然后也比较扎实，但链子也是，因为它做的太扎实，它就很重。这只蓝色包包我大概买了之后背过可能3次还是4次吧。那每次背回来只要超过1个小时，我的肩膀就是快废了，因为它真的还蛮重的。所以后来我就只好忍痛把这个包卖掉。那今天的最后呢，我想要分享几个就是也一样很喜欢购物的大家，就几个 tips。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大家买包啊，一定要考虑自己的身形。今天如果你买的这个包啊，就是不是很适合你的身形，即便它非常的好看，其实穿在你身上可能就是还是不适合。那第二个呢，就是有时候我们可能会看网红啊、明星穿起来非常好看，然后我们可能就冲动购物了。可是如果这个包本身呢，就是不是很符合你的 lifestyle， 或者是说不是很符合你的穿衣的风格，其实这个包再好看都跟你没关系，因为穿搭起来就会觉得好像很矮油这样子。那最后一个呢，是我觉得大家在买包的时候可能要顾虑一下材质，就是这几年其实有流行一些比较特别的所谓的异材质，像 PVC 那种透明的包款。其实如果你不是真心的很喜欢，然后你是追潮流，等潮流过了，你可能就再也不会用那个包包了。而且就算你想转卖那个包包，我觉得难度也是会非常的高。那今天的视频就要到这边，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